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轻版动作游戏《双截龙2代》。本作的一开场，玛丽安就被暗黑武士的首领威利干掉了，所以街机版的《双截龙2代》有一个副标题叫做“复仇”。街机版的剧情和红白机也是有区别的。在红白机的版本里，最后安排了一个玛丽安复活的非常魔幻的一个场景，但是街机版是没有这种细节的，所以在街机平台的双截龙3代日版，最终 BOSS 并不是暗黑玛丽安，而是埃及艳后。其实大家看现在的画面和红白机区别也是非常大的。另外，这款游戏还有一个版本，我是推荐大家去玩的，就是 PCE、CD 的版本。那个版本加入了动画，算是红白机版本的加强版。街机的这个版本是双截龙2代系列最早的，1988年出品，比红白机版要早1年。综合来看，街机版的2代只是街机版本1代的加强和改良，人物的贴图、打击感和1代几乎没有变化，但是多出了一些招式，比如说有了旋风腿。但是这个旋风腿啊，攻击力实在是一般，攻击的判定也非常的弱，所以我就很少用。街机版的双截龙的僵硬操作手感也是一脉相承 ，bug 也是超多。一会儿给大家演示一个。清理小兵主要的手段就是抓头发了。第一关的 BOSS 出场，布鲁诺夫，老熟人了。红白机版本的2代都是选择使用铁膝盖，把它顶到楼下去。大家看这里明明是平地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BOSS 就掉下去了，还挂了。游戏的流程只有4个关卡，咱们刚才是在直升机场，现在来到了木材仓库。大家注意，屏幕有一个拖慢的现象。街机的双截龙系列一直有这个拖慢的问题，一直也没有得到解决。屏幕上的敌人一旦到达4个左右，就进入了子弹时间，出招的延迟也变得大了。第2关有很多的落差比较大的平台，所以本关的 bug 是非常多的。虽然它的场景只有3个屏幕左右，但是这关是可以实现提前让 BOSS 出场，并且他直接就掉到了电梯的下方。bug 听起来就很离谱啊！但是游戏的后面咱们就采用常规的打法，因为咱们普通的玩家就是用普通的打法。这里就是 BOSS 战的场景，看起来和1代差不多，所以我感觉2代制作的是非常的偷懒。虽然在代际上它叫2代，但我感觉相当于1代的加强版吧。这里只有2个敌人，竟然还这样的拖慢，可能这个时候 BOSS 已经在刷新或者等待了，但是咱们在屏幕上看不见。不过此时 BOSS 的贴图已经开始占用系统的资源，所以说感觉到了明显的拖慢。包括刚刚这2个小兵，他们2个已经站在了电梯门的后边，就等着前面的贴图打开，然后出场了。这是第2关的 BOSS 阿波尔，这个家伙非常的蠢啊！我没碰他啊，他自己掉下去的。
时间才5分钟，咱们已经到第3关了。但是这款游戏的关卡的长度设计，同样也是不大合理。最后一关的流程几乎占了一半。有小伙伴可能会想，最后一关流程长，肯定是因为它的版面比较多，所以攻略的时间就比较长。其实不是那样的，版面也没有几个。但是敌人的数量很多，并且 BOSS 级的精英怪也非常的多，皮非常厚，所以说咱们打的时间就长。第3关的场景是麦田，是一个农场。我不懂为什么农场左侧要安装一个电梯。这个场景的设置就非常的迷，感觉制作组也不管它在现实当中是否合理，反正我就是想在这里安装一个电梯。这样做的后果就是你感觉暗黑武士这个组织非常的随意，你很难能够想象到这样一个烂组织到了忍者蛙和双截龙里，拥有在银河系当中来回穿梭能力的暗黑女王会选择和他们联合。所以我估计暗黑女王也是实在找不到人了，病急乱投医了。跟大家说一下这款游戏的操作，玩过红白机版本的小伙伴应该对这个操作不陌生。它有3个键，分别是左边攻击、右边攻击还有跳跃。这个操作习惯和红白机还是差不多的，只不过多出了一个跳跃键。而红白机的版本跳跃是通过 A、B 一起按实现的。但是街机的版本最遗憾的就是没有铁膝盖。这是红白机的版本2代的神技。但是在1988年，比利和吉米兄弟还没学会这招呢。这个场景有一个收割机，这是街机版的2代非常难得的有亮点的场景设计。大家注意观察，收割机的灯亮了，咱们就需要跳跃，否则被推中一下还是相当疼的。好吧，我们2个都被推中了。可能没玩过这款游戏的小伙伴会说，大叔为什么你有些情况下挨打不掉血啊？你可以这样理解，这款游戏是有血皮的。好吧，我也不给他找借口了，就是血条的计量表做的有问题，不够精准。这里有5个敌人，所以这块木头咱们要好好的利用。像这种木头还有铁球之类的，咱们可以举起来，也可以踢出去。踢的时候，如果你按住脚的单发不松手的话，会一直进行蓄力。蓄力松手的瞬间，木头才会飞出去。所以说，如果你想快速的把这些东西踢走的话，你需要按连发。这种木头对面也会利用，尤其是屏幕上只有1到2个敌兵的时候，要小心一点，因为游戏的节奏会变得很快。如果被这些木头还有石头砸中的话，还是相当疼的。这块根本就不是普通的木头，这块是 BOSS 快乐棍儿
因为这里要面对2个布鲁诺夫，所以手里有点东西还是很重要的。右边的那个家伙被砸了2下，蓄力，然后踢，回头再砸。感觉已经有要挂的了，2个一起挂了，看一下哪只能够复活。哎，这什么情况啊？从物理学的角度来讲，这块木头应该砸中它了呀。不知道为什么穿体而过了。一个2D 游戏还能够穿模吗？可以了。这个地方非常的特殊，你听 BGM 好像是过了一关，但实际上你的血量是继承的，而且到了上边只有一个场景，这个场景打完后面才是第4关。上来之后先是一个阿波波，然后是2个阿波波，长着头发让我很不适应。BOSS 战，这个 BOSS 叫做陈泰明，3代里边陈小胖的兄弟。在红白机的版本里边，他只是个杂兵啊，这里竟然当做第3关的首关 BOSS。第4关也是最后一关了。关卡分的不太严谨，直接就导致关卡之间的难度曲线上升的非常剧烈。因为第4关你会面对大量的 BOSS， 大家注意我现在站这个位置，这条线就是这个场景最下方的一条线，如果我再向下走1步的话，这条命就没了。贴图做的不是非常的明显，可能很多小伙伴还以为下方有地板，但是实际上是没有的，这算是一个大坑了。这里要打2个布鲁诺夫，我只能一只一只的打。你感觉 BOSS 行动的时候，它的帧数是不足的，所以说你一定要算好提前量。一会儿最终 BOSS 的部分还是要打威力。如果你是单打的话，打完威力之后，你会打一个影子。玩过红白机2代的小伙伴应该对影子非常的熟悉了。如果你是2个人一起玩的，那打完威力之后，2个人会进行 PK， 这点和街机版本的1代是一样的。但是我有点不太明白啊，因为1代最后吉米和比利 PK 是为了争夺玛丽安，但是玛丽安已经挂了呀，你这要争什么呀？来到了最终 BOSS 战的场景，右边还是能够见到威力的。一会儿他就会下楼了。这里我直接带出来3个 BOSS， 其实是可以一只一只清的，咱们一点一点的带屏幕。但是这个场景一定是会拖慢的，
因为门后应该也是有敌兵的，只不过现在贴图还没有展现出来。他已经在门后边站着了。游戏就是这样，2D 游戏还好一点。如果你玩3D 游戏，你能够用其他视角来看的话，你就会发现，开发商或者是制作组，很多地方是比较偷懒的。你看到的只是他给你想展示的内容而已，在你看不见的地方，你不知道他都干了什么勾当。比如说你消灭了一个 BOSS， 你感觉你是把他打没了，实际上呢，闪光之后 BOSS 的建模藏在了地面以下，你看不到了，你就觉着合理了，玩家觉着合理就成了。这里因为节奏很慢，所以说难度也不高，提前量比较好抓。这里最后一波应该是2个陈泰明，威力也会一同出场。如果你单独把威力干掉的话，其他的小兵都会刷没的。这个家伙我能够抓住他的头发，说明他已经没有多少血量了。不然的话，他是会挣脱的。威力也动了，威力还是比较怕肘的。这里实际也能够引发一个 bug， 直接把威力从屏幕的右下角扔出去。但是我觉得这里难度不高，咱们肘就可以了。威力这里实在是太憋屈了呀，手里拿着冲锋枪，没有机会开枪啊。他只有和我站在同一条线的时候才能够打到我，所以说他肯定是在抱怨为什么这是一款2D 的游戏啊，如果3D 的游戏就好了呀。面对着赤手空拳的敌人，场景这么开阔，没有任何的掩体，那我还有命在吗？威力倒地起身的时间变长了，说明他的体力也没有多少，能够抓头发了。打完，这样的话，这2个陈泰明也消失了。咱们要面对游戏当中最后一个敌人——幻影。幻影的攻击方式和红白机版本是一样的，它也是能够附身，另外也能够发冲击波。我应该说波动拳，但它的飞行道具发射的姿势和红白机版本不一样。红白机版是非常像七龙珠的龟派气功，街机版是单手扔出去的，看起来没什么气势。隐身之后，它就会开始附身的攻击。它出现的这一下就已经决定能否打中你了，你就已经动不了了。这一下伤害还是很高的。我感觉他是比较怕起身的拳头压制的。打他还是需要耐心，毕竟是最后一个敌人了。不能再被他抓住了。这点血的话，再抓一次，然后来一个波动拳，咱们就交代了。起身的时间变长了，说明他的血量已经不多了。但是这种附身攻击实在是太烦了呀！打完了，这样的话通关。
那好吧，这样一款街机平台的双截龙2代复仇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